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 K， 欢迎来到本期剑评。然后这里是我给大家准备的一些小礼物，怎么领的话大家都懂吧？就这个，本期的话给大家带来一个磨练者 MK29的一个评测，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品牌啊。我后面去稍微了解了一下，是一个主打性价比的一个品牌。然后这个 MK29算是磨练者一个比较高端的系列啊，它目前的售价是299，值不值这个价我等一下再说。配件的话有这个换轴工具，2颗高特红轴，1根白色的数据线，说明书3包凭证，这些我就不说了。我收到的这把键盘是一个高特的红轴版本，用的是一个 XDA 高度的球帽，从侧面是可以看到它每一行的这个键帽高度都是一样的，而且与手指的贴合面是比较小的，所以说我用习惯了这个 SA 高度之后，再用回这个 XDA 高度就会有一点不适应。不过键帽本身质感还是值得认可的，厚度在 1.6 毫米左右，水口处理的也还不错，在键帽的边缘是可以看到有打磨过的痕迹的，摸起来的质感是偏磨砂，非常传统的 PPT 手感。不过这个数字区的字符就有点太过于粗犷了，就非常像印刷体，与键盘本身的风格有一点不搭。然后是轴体方面，用的是高特的红轴，45克的触发压力。高特这个红轴水平说不上好，各种弹簧音都有一点，当然给新手小白入个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键盘搭载的是一个套筒的热插拔，能换的轴体会有一些限制，像凯华 TDC 的一些轴体的话就不支持在这个键盘上使用了。大家在购买前的话还是要询问清楚，你想更换的轴体支不支持这个键盘。拆开空格是可以看到大件的中间是有一层 EVA 材质的夹心棉的，但是没有底棉，敲击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空腔音，但属于我可以接受的范围。大件敲起来的肉感是没有的，钢丝音还是有一些，只能说它这个卫星轴的精度还是蛮高的。问题是可能出现在这个钢丝或者是润滑没有做到位上，到手稍微调教一下还是能达到一个不错的水平，我可以给它打个70分吧。然后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无线功能，首先背面是有一个收纳槽的，是一个磁吸的，这个超级好评啊，爸爸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接收器搞丢了。打开开关之后是可以看到它整体的灯光亮度还是蛮高的，而且灯效过渡的非常自然。内置一个3000毫安时的电池，开灯的情况下是可以连续使用24个小时，不开灯的话就只有45个小时，这个是官方宣称的。我想说，如果这45个小时是符合情况的话，是不是有一点太短了？这个表现说实话，不开灯的话，可能3天左右就要充1次电了。键盘在 2.4G 的模式下打游戏，我建议还是配合这个延长线来使用。如果不用延长线，直接插在机身上的话，键盘离接收器就只能保持在 0.5 米的范围。如果是太远的话，一整局游戏下来就会有2次左右的卡键问题。虽然说这个概率不算高啊，但有些时候还是挺让人抓狂的。所以说这把键盘想体验它的这个无线连接的话，还是买一个桌面延长器比较好。然后整体看下来，这个键盘的优点还是蛮多的，比如说键帽还有模具都可圈可点，非常有设计感。据说未来也会推出一个升级版，换成这个轴座，各方面也会有一定的升级。目前299这个售价，我觉得是有一点点高于我的心理预期了。618的时候大概率会有一波打折。要是能去到240多的话，就感觉更符合这个键盘的一个整体的表现吧。主要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上盖强度有点不够高，偏软，如果受到外力挤压的话，就容易变形，键帽发生剐蹭。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接下来的话就是一段键盘的打字音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